妹妹近日时常出神发呆，莫不是有何心事？是啊，我在为一个不听话的魔胎而忧心。莫不是前几日灵台上与我们交手的那个人？我认识他，他是我历劫时候的仇人。那他果然就是500年前一月族丢失的那个魔胎。他本该拥有魔神无上的力量，现在却非要躲在仙门之中自欺欺人。这魔胎屡次忤逆尊上意志，如今竟还是姐姐的仇人。此人阴险狡诈，诡计多端，你千万不可以信他。我在凡间历劫时吃足了他的苦头，强去恐怕难以达到目的。不如让我来帮你一下，把此事做成。若有姐姐相助，一定可以复活尊上。如今普天之下，人人都惧怕魔神附身。如果要是让他们发现，魔胎竟然就养在他们眼皮底下，仙门必然会互相责难，乱作一团，而魔胎也再无安身之地，只能乖乖回到荒原。果然聪明。这便是他的过去，其中必能发现其软肋。他竟然也在。谁？立在苍九明身边的那个人，是一月族人，如今是金月手下。你是说念白羽，如今也在荒渊？正是。那么如今，我们来做件好事吧。都听姐姐安排。曲掌门，师父，陛下，念白羽。九民，你认识这个小魔修啊？是，500年前在景国，他是我的随从。我们主仆失散时，我还未入魔道，后来是我误入歧途，与他无关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是弃暗投明，来到衡阳宗，寻找救主了。是。念白羽忠厚善良，我相信沦为魔道绝非他的本性。希望掌门能念在我们相交多年的份上，给他个机会重新来过。陛下。既然你替他说情，那就留下吧。多谢曲掌门。谢掌门。起来吧。陛下。你快起来。陛下，我已经不再是什么君王，也不再是谁的主人。起来。白羽，无论过去如何，所有事情，如今都可以重新来过。你可以不用再守在我的身边了，不管是留在衡阳宗，还是回到一月族，你都可以自己选择。我想留下。好，你我兄弟2人时隔100年了还能团聚，实属不易。先去安置下吧。怎么是你啊？月牙。掌门说来了个魔修，让我带去安置，没想到是你。你一个紫绣州弟子，怎么又成魔修了？月牙姑娘，
对不起，我。既然掌门让我安置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职尽责，好好照料你。跟我走吧，大骗子。好厉害！师兄，我不想骗你，我的心里再也不能装下别人。我明白了。谢谢神仙，帮我们打退了妖怪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个真好看啊！这个给你，来，我看看。墨女大人，快点啊！你这开绣坊的法子着实是好，不仅可以配合司营大人完成任务，还可以吸引一些好色的狂悖之徒前来吸食精气，也不会有人怀疑。我经历了万载轮回，也算是看破红尘了。现在暂别荒渊。若是能给姐妹们一个安身之处，也是功德一件。谢谢墨女大人。仙门的人来了。仙门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公子来我这绣坊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林长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那缕情丝，而是因为是你。可惜这些事还没能让你知道，你我此生的缘分就已尽了。说话呀！原来是来了个俊俏公子啊！探妖灯并无异常啊！在下宫野继武，我乃长泽山衡阳宗弟子。今日原本是要去景国都城，不慎误入此地，叨扰了。原来他也成了仙门弟子。小女子姓莫，公子叫我莫女就好了。我是这座绣坊的主人，他们是这儿的绣娘。莫姑娘，我方才察觉这附近有妖气，担心妖孽游荡，不知你们可曾遇到过？公子，我早前听说景京里闹了妖怪，莫不是那妖怪跑到这儿来了？姑娘不必慌张，我手中这探妖灯并无反应，现在那妖精应该不在附近。这是驱妖符，妖祟遇到会惧怕，你将它贴在门上，可以作为防护。
那我就替姐妹们谢过公子了。对了，公子要去景京吗？我这儿有马车，可以送公子一程。不了，太劳烦姑娘。不劳烦，相逢即是有缘人。我本就要进城采购丝线，一个人行路也有些怕。既然顺路，那便与公子同行吧。那就有劳姑娘了。念白羽，你不老老实实在房间里面背口诀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一整天都不见苍九明师兄，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。苍九明，小师叔说他想去景国散散心，估计啊，苍九明也是跟着去了吧。他们去景国做什么？你是来我们衡阳宗盯梢的吗？怎么事事都要打听？你怎么这么紧张啊？开玩笑的，真是块木头。主上去了景国。只要魔胎现世，魔神便没有不复生的道理。所塑这孩子单纯善良，但心存侥幸，恐怕会酿成大祸。我不能这样袖手旁观。轻蔑的魔音咒，如何了？念白羽那个小子传来消息，那魔胎去了景京，没想到他还真是个情种。既然他那么在意那个小丫头，不如我们好好加以利用，就用这个小丫头的命，好好逼他一把。奇怪，这条街道应该很热闹才对，如今怎么一个人也看不见？这位大哥，请留步。你是何人呢？为什么在此？我路过此地，想在此借宿一晚，却见这客栈关着门，不知发生什么事了。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，这里一入夜就妖物横行，都闹了有大半个月了，人心惶惶，谁还敢出门呢？你要住宿，还是另寻一家客栈吧。哎，为何啊？难道偏偏你家的客栈住不得？哎呀，那妖物专挑落单的旅居之人下手，这条街上也就我这间客栈还未遭毒手。不过也快了，再不关，我早晚也跟着完蛋。这妖物如此猖狂，难道就没有捉妖的术士对付他吗？哎呦，要不怎么说这妖物厉害呢？官府已经用尽了手段，就是抓不到他呀。哎呀，哎，我劝你一句啊，赶快离开这里，保命要紧啊！哎。玉灵仙子脚程好慢，叫我好等啊。反了。看台庆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，我好不容易有机会下山散散心了。大路朝天，我们各走一边，行不行？终于开口说话了。我刚刚还在想，
玉灵仙子下山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成了哑巴了？你这样死皮赖脸的跟着我，和泼皮无赖有什么差别？哎，玉灵仙子这就冤枉我了。我这不是在跟着你。即便是隔了500年，这景京的泼寒节还是1年1办，各地人士都会来凑热闹。我本就是景国人，自然会出现在这里。若真要论一个先来后到，那应该是你跟着我才对。澹台剑，你在逍遥宗净学那油嘴滑舌的功夫了是吧？不好好修炼，出门在外就不怕碰到个妖怪？哎，没关系啊，有玉灵仙子在，宁鸿福齐天，可以罩着我。哼，说不过你，你自己玩吧，我先走了。也不知道小师妹如何了。出来了这么久，该回去了。不如就当这景京是最后一站。如果还是不能忘掉素素，我便去找师父延命。公子着急去景京吗？嗯。这么急着去景京做什么？除妖？我是去寻找一个答案。不过路见妖魔，自然是要出的。萧离，如今我也是妖仙了，你若是知道，不知会是什么表情。墨女听闻景王悬赏天下术士除妖，那景京妖怪似乎凶恶得很，公子此行务必要小心。你看吧，你一来景京就闹了妖怪，有你在，果然没什么好事儿。那玉灵仙子可得赶快除了那妖怪，不要堕了自己的威名。是你啊，掌柜的，我们要住店。你不要命啊？我呀，是来要那妖物命的。哎呀，姑娘，你怎么就不听劝呢？放心，你就给我们一间客房吧。掌柜，今日我也住在你这里啊？你们2位是开1间房还是2间呢？当然是2间。这，我出来的着急，分文未带。难道你想我今天晚上露宿街头吗？没关系，银子我带了。掌柜，给他开1间，离我那间越远越好。好。小人之心。哎呀，仙君，您起得真早啊！大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景京捉妖，没想到会遇到你。啊，你们也是要捉妖吗？师兄，你来的正好，捉妖这事儿你最擅长，快帮我们出出主意。好啊。唉，看什么？好看才看啊。所以，根据景京百姓所提供的线索，和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情况，这妖怪会变换形貌，还会毒吸。还有，一旦入夜，他们还能蒙蔽仙门法器，所以一般术士对他也只好作罢，必须要知己知彼，才好去冒这个险。我在藏经阁读过一本《猎妖图志》，上面讲，有一种叫夜魅的妖怪，可以变换形貌，专爱吸人脑髓，且喜欢痴男怨女。若人心有所思，他便会乘虚而入。师兄说的这本书我也读过，那本书中记载了一种法器，可以用来追踪夜魅。不过这法器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就以鸟兽传音回门派，让念白羽去藏经阁查一查，将那法器送过来。
记得就在这附近的书架上啊。哎，你看那个，是不是他们找的那个书？啊！夜魅，夜魅。哎，找到了！夜魅嗅觉灵敏，可嗅到人心所居所爱。嗅觉灵敏，必然惧怕强烈的味道，可以沿途泼洒符水，来限制夜魅行动范围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可用聆听国产的红丝，散布在此妖必经之地。红丝会附在夜魅身上，无法除去，可为追踪者指路。尤爱衣着华丽的落单男女，变成其恐惧或爱慕之人，蛊惑人们进入其制造的幻境，趁恐惧最盛之时吸人脑髓。爱慕之人，你不要乱抓重点啊！然后我们3人分头行动，在未洒符水的街道上守株待兔。景京有条3岔路，只有一个出口，便由我守在出口，定让他无处可逃。这个办法好啊，总有一个人能等到夜魅。什么佳偶情深，都比不上这杯中酒叫人快活。神明保佑！苍天保佑！神明保佑！千万别出什么岔子！我手上就这么点积液，可别都毁了呀！小美人，乖乖入睡吧。告诉我你爱慕什么，恐惧什么。别忘了把另外2个拖住，别让他们坏了我们的好事。放心吧，司营大人。属下这就去办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怎么弄不掉啊？姑娘，夜已深了，你为何独自在此处？姑娘，你这是？娘子，原来你在这里。怎么，就一会儿功夫不见，就这么想我啊？给我现形！可恶！不知道他们俩那边怎么样了？你就是那个夜魅。等等，别杀我！我不会杀你的，你会被交由景王。由他来裁断你的罪行。
师兄，你心中的那个女子，我曾见过，想不想知道她的事？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照顾她的是你，陪她读书修炼的是你，等了她10年的也是你，就连你师父也觉得你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妖言惑众！我喜欢他，与任何人都无关；他喜欢谁，谁喜欢他也与我无关。收！宫野纪无，你真的一点儿都不好奇？那苍九明曾娶她为妻，与她同床共枕。你喜欢的师妹是个有夫之妇，她不喜欢你，她喜欢别的人，她嫁给了别人，她不属于你，不属于你。宫野纪无，算你运气好。怎么会这样？是你。这里有打斗的痕迹。糟了，苏苏。司营大人，是属下低估了那魔胎的能力，而且魔女大人突然……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魔胎你对付不了，那个宫野纪无你也控制不住。你先起来，你给我听着，我们今天的目的是魔胎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我要你现在就回到他那个仙门小情人的梦里，去看看魔胎的弱点究竟是什么。是泼寒劫。这是哪儿？我们为何会在此处？是你带我来的这里啊！你看，这里多热闹。我？为何他们戴着面具啊？原来今日是泼寒节。人呢？澹台烬，这是我。这些便是那魔胎无法抗拒的弱点。只要让魔胎相信魔神是他无法逃避的宿命，司音大人，你一定能够得偿所愿，将魔胎牢牢控制于股掌之中。总算有点意思。去给那魔胎送一份大礼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荒渊，我怎么又回到了这里？魔神，又是你！你把我带到这里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吾正想问你，身为魔胎，却一直躲在仙门之中，你以为这样就真的能改头换面了吗？你好好记住吾这副面孔，这才是你未来唯一的样子。你错了，我过去曾是魔胎。但是现在，我是仙门弟子苍九明。
很可惜，如果你魔胎的身份暴露，你的同门还能容得下你在仙门吗？能不能容我，与你何干？愚蠢之极！明明是狼，非要劈。一切结束了，可以摘下你的面具了。没想到吧，师父。谭太监，你以为通过欺骗吾的感情，就可以解救三界苍生吗？真是可笑！你都看到了吧？记住这副令你害怕的面孔，这才是我本来的面目。不对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那妖物制造的梦境。澹台烬，你只能是巫。苏苏有危险，我得过去救他。原来，自始至终，你对我还是心怀恐惧。青灭，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
让你去做的事情准备好了吗？刚刚出去转了一圈，破寒节还真是热闹，这么毁掉还真是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这泼寒节对那魔胎来说意义非比寻常，只有在这儿才能让他彻底认清自己是谁。对，对。这又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。传说把我们俩一块烧了，就能驱邪避难。你说这人间习俗，是不是挺有意思？金面，你不会也像那些凡人一样，生出多余的情感吧？别忘了，我们的任务只有魔胎。过了500年，这泼寒节看起来还是那样热闹。放心吧，噩梦已经结束了。这泼寒节不会出现魔神的。那什么，昨天那妖物他就是……所以我还是你最害怕的人。不是的，我相信你说的。你不是他，你绝不会变成那个可怕的样子。你怎么知道那一定不是我？你绝对不会伤害我，以前不会，现在更不会。你从前是澹台烬，现在是苍九民，是逍遥宗最具人善之心的仙门弟子。你不是他，也不会变成他。我相信你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妖怪变出的那个样子，我曾经也见过。就是当年，在城楼上空，在劫雷里，你让我看到了记忆中的那个人。他就是魔神。你知道了？在逍遥宗的时候，你就猜到了。是啊。自从我拜入仙门，总是会听到大家谈起魔神，议论魔神。我担心他们所说之人就是我，预言所指之人也是我。我害怕有一天会被揭穿，怕他们会发现我就是仙门当中人人都想除之而后快的魔胎。但是自从我确认过之后，反而觉得轻松了不少。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当年我挨的那几个钉子，并不是因为你恨我，而是因为你恨他。现在我已经没有了邪骨，终于无法再成为魔神了。是你彻底改变了我，给了我再活一次的机会。以后我绝不会再沾染魔神的力量。为了你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一句谢谢，不管是作为澹台烬，还是苍九民。谁改变你了？我只是在除魔卫道而已。
不跟你说了，收拾收拾，我还要看花车巡游呢。我想，公子若是走了，定会经过此处，所以你在这里，是为了等我？你受伤了？无事。怎么会无事？流了这么多血。魔女略懂一些疗愈之术，公子不要怪我不顾男女之防。你受了伤，我不能就这样看着你流血。公子好厉害，那祸乱景京的妖物被你收了？不是被我，大概是师妹或者师弟收走了吧。公子之前说要去景京寻求一个答案，找到了吗？算是找到了吧。那公子今后是否可以就此安心了呢？莫姑娘去哪儿了？若是去寻了短剑，莫姑娘，莫姑娘！这缝补的是山茶花。公子起得真早，是要返回宗门了吗？这是公子的外袍，昨晚晾了一夜，应该已经干了吧？姑娘妙手修补，幸吾受之有愧。举手之劳罢了，公子喜欢就好。莫姑娘，昨晚我晨起去林中采了一些新鲜的菌菇。公子便是要走，也先用过早饭吧。都是些山野小味，公子不要嫌弃。
是菌菇调的馅儿。我自小在衡阳宗长大，吃穿用度都是宗门一应供给，从来没有人为我做过早饭，也没有人为我修补过衣裳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姑娘蕙质兰心。寻常家务罢了，都是以前学的。以前我嫁过人的。当年我也曾为一个人洗手做羹汤，只是如今他已经不在了。抱歉。我独居在此，早就看开了。只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恰是这一书一饭人间烟火，最是刻骨铭心。谁又能不存着几分留恋？世间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。公子若再有伤心事，不妨来此间吃一顿饭，喝一杯茶，我一直都在。手指他，便是选他做了魔神。送法阵。报告上掌门，说，掌门今天不是带了弟子去衡阳宗吗？跟着去的弟子说，黎苏苏和那个逍遥宗的苍九民都不在，听说是去锦国了，没带别的人手。苍九民和黎苏苏是吧？好，敢把本少爷当胡说！挑几个修为上佳的兄弟，带足法宝，现在就跟我走。好嘞。
光天化日，尔等妖魔竟敢现身于人间！我不需要。不需要？你还记得昨晚吗？昨晚你那个仙门小情人，差点就被我们吞吃了。如果没有魔神的力量，你就和他们一样，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蝼蚁。难道你非要逼我们杀了他，才后悔没有早点接受魔神的力量吗？把赵宇交给我。这眼神倒是有点像样啊。你们今日前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苍九年，只有2条路摆在你的面前。你若愿意脱离仙门，回归魔域，我等万魔奉你为主，效忠于你。若你执意留在仙门，魔胎身份迟早会被发现，那时你就只能是祖上鱼肉，任人处置。认主效忠，好啊！既然你们想要认我为主，那就把诚意显示出来。你想要什么诚意？跪下！看来你们并非真心想要认我为主。待你回归魔域，我等自然愿意效忠于尊神。是吗？那你们就耐心等着吧。请尊上随我2人重回荒原。好你个苍九民，竟然私会妖魔！都别妄动，今日我就要抓他个现行。何去何从，我自有决断。你们2人的心意我已明了，你们先回去，待时机成熟，我自会去荒原。时机成熟，那是何时？